大家好，我是王诗琪，欢迎收看今天的《岂有此理》。今天《岂有此理》准备要让你尖叫声，因为我们今天全球唯一独家专访这一位，他是在宪法法庭当中行政院的诉讼代理人李全和律师。诗琪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和。好，可以放松一点，不要紧张。好，你这个在宪法法庭的表现一夕爆红整个网络满满都是你的照片然后呢，还有人问说，那你知道旁边那些也是这些诉讼的代理律师，他们是谁吗？结果网络上面大家都只看到你，你有很惊讶吗？瞬间爆红。是，其实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运作啦，所以当时其实大家都出很多的力气，好，也花很多时间研究，对啊。那我觉得大家攻守不同的重点，可能就是如果说因为这次的事件引起大家对宪法案件的关注，好，我们也觉得很开心。你有意外吗？就是说，哇，原来在宪法法庭直播的那个线上人数、观看人数超多，是有点意外，因为我以前上过宪法法庭蛮多次的，好，那宪法法庭一直都有直播，对。可是以前就没有得到这么多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跟议题有关系啊。所以爆红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没有太多影响，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蛮自由自在的人，所以不会因为就是特别红或者是什么，就是不敢出去啊什么。然后没有偶包就对了，还好。而且后来我就觉得，真的走出去也没有真的那么多人认识啊。好，偶尔啦。好，偶尔有时候这个路上大家会打个招呼。你完了，你上完这个专访之后，我跟你讲，出去要戴口罩跟帽子。是，所以这个专访可能更刺激一点这样。对。你在宪法法庭的表现让大家这个眼睛一亮因为你是唯一一个会拿新闻作为辅助说明的，然后讲得很流利。就是你怎么会想到这一招？因为其他的律师比较少用这一招。是。就像刚刚说，大家不同的攻守啦，哈。那我负责的这一趴，其实除了去讲给大法官听以外，讲给宪法法庭，我们也是希望说，趁这一次，包括直播，包括有民众关注，也是让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在哪边哈。那其实援引新闻或者是举例是最直接的方式，哈，这也是我比较擅长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补习班教书嘛，那补习班就是要一直举例，一直讲故事，对。所以你是补教界名师。不敢说名师啊，但就教了很多年，教了15、16年有，对，15、16年那很久。从那个研究所毕业开始，然后后来边做律师边教书，那到后期因为真的时间有限，所以才慢慢以律师业为主。所以你在补教界的同事还有一个叫沈博洋，是，我们以前是同事，对，他教刑法，我教公法这样子。好，那你看这个宪法法庭就是。接受行政院的这个委任，然后呢，去这个宪法法庭上面去说明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看到这些立委们的表现，还有立法院的这个诉讼代理人他们的表现，有一些你会不会笑出来？譬如说，当大法官说第10页第2行找到没？你有笑出来吗？我唯一有笑的一次是。有一场是那个鉴定人，董宝成老师他在讲说有重大明显瑕疵这个理论，他有把那个便利贴，对，他也很生动。其实如果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也很棒，因为他也有一个教育的性质，告诉大家说那个意义是什么，对，那个特别好笑，对，好。你不会觉得这样子宪法法庭这样很不庄重？是啊，也不会啊，因为我自己也是除了透过这个方式去呈现以外，好，那也是希望让它生活化一点。而且因为其实援引新闻这本来就是法庭活动大家常态做的一种方式，新闻也是一个证据方式，好，它也是有证据能力的。所以你们在法庭这个攻防的时候，其实常会拿新闻出来。是，其实那个像我用新闻的时候，后来因为网友在说嘛，主要是那时候这个对照是有吴宗宪吴委员说我们用新闻这样但是因为吴委员应该也知道说，其实在一般的包括连刑事案件，有时候援引新闻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新闻是一个辅助，当然我们可以去争执这个新闻的真假或者是正确性，这个就是证据能力的争执。可是援引新闻是一个常态。包括在宪法法庭也是，而且因为这一次宪法法庭当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去说明到底这件事情有没有急迫性，
有没有可能性，它都是一种假设，没有错。但是要透过现在已经存在的事件跟新闻来说明这个假设是有可能。然后后来这样的策略或这样的论述，以结论来说也是有奏效的。那被吴宗宪还有黄国昌这样子骂，你有没有觉得就有人骂得很奇怪？不会啦，我觉得正常交流，而且像我觉得大家会有不同在议题上面的立场，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在诉讼中就是这样哈。只是说就是像我们的回应主要会尽量以诉讼，或者是说以这个问题本身哈，不要沦为口水战。但因为这个议题毕竟太政治性，所以到后面当然就是有时候舆论会比较有点口水。对，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让它回归本质，回归专业。好，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这些政治性的口水，因为你被黄国昌骂侧翼，你是侧翼吗？我觉得要定义什么叫侧翼，那当然你问我，我觉得我从来不是哈，因为从案件的参与，就像我刚刚说，我不是第一次在宪法法庭，人民方或者是政府方，我也参与过很多次，可能也有十几次。那一直到这个案件哈，我们都是受到，如果以政府方来说，就是国家的委托，那当然这个也可能跟我们的专业跟长期在碰的议题有关系哈。一直到包括这个案，甚至包括现在为止，我从来都没有跟所谓民进党的高层谈过话、对过话，他们也没有来找我。所以你不认识赖清德这些人？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赖总统，对，但是我也没有看过他本人，也没有讲过话。好，然后在这个案件前，其实也都没有跟像行政院长讨论过。当然，为了这个案件，我们就必须要去 talk。而且我是一个对公法或人权议题虽然很关心，但是对政治还包括政治人物，我常常会记不得是谁。所以因为这个案子，有时候大家要一起开会，我常会就认不得谁是谁，好，什么秘书长，然后我旁边就是另外一位赖炳祥律师，好，我的学弟，他也很优秀，对，就是我左边的这一位，他就会常常提醒我说这个是谁谁谁，然后他就说学长这个你都不认识，夸张，对，然后我就真的是叫不出名字，或者是有觉得电视上有印象。对，那如果说这样也是也是个侧翼，我觉得就是有点太过了。就是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太阴谋论，包含到像前几天我们上街游行，他也说我们是被酬庸的是什么？但我觉得你们是赖友友。对，他们有这样的说法。那我觉得这样的讨论都有点让议题失焦啊。好，让它泛政治化，好，就是贴标签。对，那当然我们碰了这样议题，并不怕被贴标签，好，只是如果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说明，我们确实是因为关注这个议题，好，然后过去参与案件的专业，好，那有受到肯定，也谢谢他们，就是把案件放心交给我们。我觉得看起来你应该会被针对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可能就会戳到对方的痛点，就讲得太有道理了。然后所以呢，黄国昌就一直骂你，他不但骂你是侧翼啊，然后还说啊，为什么你们这个不去找林濁水？看起来他好像觉得林濁水跟他比较好一点，所以你不断的被针对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你会不会觉得，对，谢谢你的肯定，我应该是有让你害怕了。是，我是没有这样想，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有要参与政治活动哈，那这样的针对可能就还蛮好的，但因为我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还是回归案件，反而这个针对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对啊，就谢谢指教这样子。那你以后在接 case 帮人这个诉讼辩论的时候啊，会不会他们就会觉得因为你是侧翼，所以呢可能比较没有政治立场或者是比较青蓝的这些人就不会来找你，你就不会有生意？也不担心这个，好，因为我觉得做问题还是以议题本身为主。不过既然聊这个，我就觉得说，他们常会说，我们都是执政党找的，其实没有，我们也很欢迎在野党或者是对，就是如果他们有来找我们，只要议题是可以讨论是肯定的，我们都是愿意协助的啦。好，当然律师会有利害冲突，好，所以同一个案件我们接了一边，当然不能接另外一边。那如果国会扩权法案，如果当初是立法院蓝白找你，你会不会接？可能不会接，因为我们对这个议题的研究在接受委任前，其实就有在碰，就有在参与，就是大概知道说那个修法的方向跟问题在哪。好，就有点像现在的宪法诉讼法，它虽然还没有就是翁委员版本，它已经提出还没有过嘛。那我们看到这版本，我们认为有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就会提出一些声音，希望大家关注。那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立场，所以如果今天真的过了，
好，真的又要释宪了，好了，那我当然就不适合到那边去。所以我觉得议题还是蛮重要的啦。所以如果蓝白找你去这个委托你去辩论这个国会扩权法案，一看就知道是违宪，所以你也不会接了，反正这个接了也是会输，是这样吧？是，可能不一定会输，好看输赢多少。好像这一次的法案的结论也是部分违宪、部分合宪啊。好，但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的，只是应该是要再理性一点讨论。那我觉得宪法法庭是一个可以理性讨论的场所。我有个疑问，就是关于这个国会扩权法案，因为在大法官的解释文里面他对于立法院通过的程序啊，因为程序一团混乱啦，然后什么用人数点名啦，然后数字还对不上啦，大法官并没有说这个部分是这个违法的、违宪的，是为什么？因为那个过程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啊。这一点也是我觉得这个案件比较可惜的地方，哈，尤其是从申请方代理人的角度，我们是有很努力的想要去阐释这一点哈。那大法官这一次的判决，应该还是有受到他过去以前解释的影响，好，因为早在一个大法官释字342号解释就有说，立法程序除非有重大明显瑕疵，就是贴在额头的那一个好的那个程度，不然的话都会去尊重国会的自律。好，那这一次的数字瞧不拢。第一次举手，第二次就数字瞧不拢，这样子也不算重大瑕疵。是啊，在我们看来一定是算，而且我们觉得有机会趁这个时候重新树立一个更符合当代跟民主思辨的标准。好，那只是很可惜是大法官在实体的面向他阐释比较多，程序其实他有点到，好，也是有说这个是有瑕疵，只是他没有认为到违宪的程度，好，这点很可惜。那这个会影响到什么？这个会影响到接下来如果还有继续的法案，那是不是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过关？然后每次过关都只能做实体面向的挑战哈。我们认为在立法程序如果可以再谨慎一点，其实很多的讨论一定会更充分呐。好，大家也不用动不动都到宪法法庭去。那所以未来的立法院如果都有比照如法炮制这个国会扩权法案通过的，那不是忙不完了？会不会这个执政党就不断的送大法官，不断的送大法官，就一个案子接一个案子？是，会不会送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毕竟还是要看案件的情况。好，还有就是当时因为其实处理一个法案，除了释宪以外，它也有一些政治上的手段，例如复议制度。好，所以这个现在很难预估。但是可以想见，如果常常会有这种立法程序瑕疵的释宪的战场，就是大宪法法庭应该是常会有这样的议题哈。但这个前提是要有宪法法庭啊，如果连宪法法庭都没有了，那当然我觉得这样要去矫正或纠正这样的立法错误，可能就会更难一点。